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咱聊一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日本和尚，甚至呢他的形象还被做成了动画片儿，他就是一休。一提到一休啊，大家脑子里出现的肯定是一个滴溜圆的光头，大大的眼睛，盘腿一坐，手指在脑袋上画两个圈儿，然后呢叮了一声，问题就解决了那个小和尚。但是啊，历史上真实的一休跟我们在动画片里看到的小和尚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打破常规，然后藐视权威，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狂云。他甚至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找我，那就去鱼铺啊、酒馆或者妓院试试吧。就这样一个天天逛窑子喝花酒的和尚，在日本禅宗史上那绝对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那么这个被称为狂僧的一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今天咱们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日本历史上最疯也最真实的禅宗大师一休宗纯。首先咱们得从一休的身世说起，他这个出身啊就非常不简单。他是出生在1394年的京都附近，小时候也不叫一休，乳名叫千菊丸。这个一休是后来当和尚后的法号。关于他的身世，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他是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他妈妈是宫里的一位女官，名叫藤原照子，长得漂亮，就深受天皇的喜爱。但是这宫斗的戏码呢，自古以来就没停过。其他妃子看到他跟天皇走得这么近，难免就招人嫉妒，招人暗算。然后呢，就有人造谣说他在怀里藏了把短刀，然后想要刺杀天皇。也甭管是不是谣言吧，但在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这罪名可不小。后来这一休的妈妈也就被迫的离开皇宫，在一个叫嵯峨野的地方悄悄的生下了千菊丸，也就是一休。所以说啊，一休虽然有天皇的血脉，但是从来就没有名分，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比较混乱，再加上小一休是私生子这个身份吧，他妈妈在他5、6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无奈的决定，就把他送到了京都的一座叫安国寺的禅宗寺庙里，让他出家当了和尚。一休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第一个法名，在安国寺里出家的时候，他的法名叫周建。这才5、6岁的小孩子自己在寺庙当和尚，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也是够可怜吧。但是呢，一休非常的聪明，脑子转得也快，在安国寺他不仅学佛法，还学习了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诗歌，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为什么说他聪明呢？后来的动画片里那些经典的斗智故事，很多都是根据他童年时期的传说改编的。就讲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说当时寺里有个织物店的老板叫九兵卫，天天晚上都来找方丈下棋，一玩就玩到半夜还不走。可是这和尚们第二天都得早起做功课啊，他不走，大家都得陪着，被他搞得苦不堪言。这帮小和尚是敢怒不敢言，但一休可不惯着他。他直接在寺庙门口贴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凡是身上带皮毛的不准入内，否则必遭报应。九兵卫老板一看，心想这肯定是哪个小和尚搞的鬼，我今天就非得进去看看能把我怎么样。九兵卫进去后，一休就从里面出来了，就问他：您看到门口的字条了吗？九兵卫说：看见了，怎么了？寺庙是清净之地，你们不让穿皮草的人进来，怕弄脏了地方。这个我理解，但是你看啊，你们佛堂里那个大鼓不也是皮做的吗？鼓可以待在里面，那我也能进。一休听完一点也不慌，慢悠悠地说：可以啊，您当然可以进来。不过呢，我们这佛堂里的大鼓，因为它蒙着皮，所以天天都要被棍子打。您要是也想享受这个待遇，那就请进吧。然后就把小师兄弟都叫过来，个个手里拿着鼓槌。这一下就把九兵卫给整不会了，赶紧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吧。就从那以后啊，这老板再来下棋就老实多了，天一黑就准时回家。还有很多这种小故事都能看出来一休非常的聪明，智商很高。当然啊，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杜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历史上真实的一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随着年纪的慢慢长大，一休的学问也就越来越深，他就越来越看不惯当时佛教的风气。
那时候的禅宗啊，尤其是这个临济宗啊，非常受幕府和武士贵族们的追捧。很多大寺庙，像是他在的安国寺，都属于五山十煞这个体系。说白了，就是官方认证的重点寺庙。这有了官方扶持，那自然也是不差钱。随之问题也就来了，当时寺庙的住持任命都得由幕府说了算，甚至还得交钱才能当上。这导致很多和尚心思根本不在修行上，天天就琢磨着怎么升官发财，怎么跟权贵搞好关系。整个日本的禅宗界也就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腐败。一休就觉得这帮人简直是把佛门净地搞成了名利场，这就跟他所学习和理解的佛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啊，在他16、17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离开安国寺这座名门大寺，要去寻找真正的禅。后来啊，他就拜了一位名叫千翁的和尚为师，住进了一座叫西金寺的小庙。这位千翁和尚啊，是当时少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禅师，他的寺庙没有幕府的资助，生活支出也是全靠自己出去化缘，非常非常的清贫。但对一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也正是在这里，千翁和尚给他取了新的名字，叫宗纯。所以这时候他的名字应该叫一休宗纯里的宗纯这2个字。可惜好景不长，他跟着千翁和尚修行了没几年，千翁和尚就病倒了。一休每天除了化缘呢，还要给师父求医治病。这样的日子大约是过了3年，在他21岁的时候，千翁和尚就去世了。师父的去世对一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湖边就跳下去了，准备投湖自尽。幸好啊，当时旁边有人把他给救了上来。这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可能又顿悟了，他就想起了千翁师父临终前对他说的话，让他去拜另一位名叫华搜宗坛的高僧为师。华搜禅师跟千翁也差不多，他也讨厌京都寺庙里搞那些政治斗争的做法，就带着几个弟子隐居在一个小庵堂里。一休在22岁那年来到了华搜的门下，想要拜师，但是想当华搜的弟子可没那么容易。禅宗有个著名的典故，说二祖慧可为了拜达摩为师，在雪地里站了很久，最后甚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才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华搜禅师也想考验考验一休的决心，他就是不见，就让一休在门外等着。一休白天就在庵堂门口等，晚上就睡在湖边的渔船上，一连等了好几天。后来下雪了，他也不走。华搜一看，你这小子是玩真的啊，就让弟子往他身上泼冷水，想把他赶走。这冰天雪地的一盆冷水浇下来，这得多大的信念才能忍住啊！虽然是冻得瑟瑟发抖，但嘴里还在喊着请收我为徒。华搜禅师一看这都不走，这小子行，有前途。然后一休就正式成为了华搜禅师的弟子。要说在华搜门下的日子，那是比之前还要苦，每天除了化缘还得做各种手工艺品，比如给人偶上色，然后拿去卖钱补贴寺庙。这庙里也是很破，赶上下雨天，晚上都得躲到湖边的渔船上。但一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华搜禅师对他也是极其严厉，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有一次一休在切药草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血都流出来了。华搜看到了，不但不关心，反而嘲笑他说，哎，你的手指头怎么这么脆弱？这要是放现在这种黑心寺庙，不得上个抖音热门什么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严苛的修行环境下，一休的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休这个名字才真正诞生。有一天，华州禅师给他出了一个公案，这公案就是禅宗里用来考验弟子悟性的一种谜题，就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又蕴含着很深的佛理。这个公案叫洞山三顿棒，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个叫洞山的和尚去拜见一位禅师，结果禅师一见面就说要打他60棍，把他给整懵了。第二天他又去问自己错在哪儿了，禅师又骂他饭桶，结果洞山当场就开悟了。问题呢，就是洞山到底悟到了什么？一休琢磨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听一个盲人弹唱《平家物语》，讲到里面一个叫齐王的舞女，因为失宠，从而看破红尘，出家为尼的故事。
就在听到这个故事的一瞬间，一休突然感觉脑子里叮的一声，困扰他很长时间的公案一下子就解开了。这里说个题外话，《平家物语》也是日本非常经典的名著，里面的人物和事迹也经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以后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下《平家物语》里的故事。至于一休是怎样将这俩故事联系起来的，说实话，以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很难理解，但对当时的一休来说，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在那一刻就完美的融合了，让他豁然开朗。他把自己悟到的东西告诉了华搜禅师，华搜听了之后非常满意，点点头说从今天起你就叫一休吧。从此呢，一休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名字，还写了一首和歌来纪念这一刻，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充满烦恼的凡俗世界回到那个没有烦恼的觉悟世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这途中的一次小小的歇息。既然如此，那下雨就下吧，刮风就刮吧，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看看这句话也的确非常有深意，充满了对人生的洒脱和自信。几年之后的一天夜里，一休又像往常一样在琵琶湖的渔船上打坐，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湖水拍打船身的声音。就在这种万籁俱寂的时刻，突然一只乌鸦嘎地叫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鸦鸣让一休彻底的大悟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感觉自己和整个宇宙融为了一体，所有的烦恼执着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喜悦。一休就兴奋地跑回去告诉师父，华搜禅师听了之后就很平静地说，你这个只是罗汉级别的开悟，小悟而已。一休听了呢也不生气，就回了一句，罗汉就罗汉吧，我无所谓。结果华搜禅师听一休这么说，对他大加赞赏，然后对他说，你能这么想才算是真正的大悟，因为真正开悟的人是不会执着于开悟大小的。华搜禅师认为一休已经修行圆满，就想授予他印可状，这个东西就相当于禅宗的毕业证和传法资格证，是师父对弟子开悟的最高认证。但是一休居然拒绝了，甚至有传说他拿到印可状之后直接把它扔进了火里。在他看来，开悟这种事儿是自己内心的体验，根本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而且他最讨厌的就是禅宗里这种论资排辈发证认证的官僚做派，所以他一生里都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印可状，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了他对这种形式主义的鄙视。再后来师父华搜也去世了，一休也在33岁那年离开了寺庙，开始了他长达近30年的流浪生涯。从此呢，就少了一个叫宗纯的禅僧，多了一个自称狂云的疯和尚。前面的故事看起来有些平淡，但是自从大悟和离开寺庙后呢，一休的修行方式也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他游走于京都和大阪一带，跟三教九流的人交朋友，上至贵族，下至这个贩夫走卒。他也不像别的和尚那样待在寺庙里讲经说法，而是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他觉得有缘的人随时随地的说法。他也确实像他诗里写的那样，经常出入酒馆和妓院，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地方远比那些腐败不堪的寺庙更能让人见到人性的真实，也更能获得开悟的契机。关于他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也很多，这里简单讲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有一次一休坐船过湖，船上正好有个信奉真言宗的和尚。这个真言宗是日本佛教另一个很重要的宗派，有点密宗的意思，讲究神通法术。这个和尚就想在一休面前显摆一下，他对一休说，禅宗的和尚我能做到的事你肯定做不到。说完他就开始念咒，结果船头真的出现了一个佛教护法神不动明王的幻象，样子看起来也特别的凶猛。一休看了他，就说我能用我这个肉身让这个幻象消失。然后呢，他脱下裤子对着那个幻象撒了泡尿，就把那个所谓的不动明王给浇灭了。旁边真言宗的和尚看呆了，心想这是什么操作，这我师父也没提过呀。但是在一休看来，你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幻术有什么用？禅讲究的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最真实的东西才是最厉害的。还有一个故事也特别能体现他的性格，
有一次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僧袍，挨家挨户的去化缘，走到一个有钱人家门口，那妇人看他穿的这么破，就随手给了他一个铜板，打发他走了。过了段时间，一休就换上了一身非常华丽正式的紫色法衣，又来到了这个妇人家里。那妇人一看，哎呦，这肯定是高僧啊，赶紧把他请进屋里，好茶好饭的招待，非要留他吃晚饭。等到晚宴开始的时候，山珍海味都端上来了，他就把自己身上那件华丽的法衣脱下来，整整齐齐的放在座位上，然后对妇人说：“你这顿饭是款待我这身衣服的，不是款待我的。”说完扭头就走。他就是想告诉大家，人的价值在于内心，而不在于穿什么样的衣服。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的元旦，这新年第一天，大家都互相说吉祥话，整个京都城的气氛也特别喜庆。就在这个时候，一休又开始了他的行为艺术。他找来一根长竹竿，在顶上挑着一个骷髅头，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京都的大街上走，嘴里还不停的喊着小心啊小心啊。大家看了都觉得晦气，就问他：一休大师，这大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一休就念了一首他自己做的诗，门口的松枝装饰不过是通往黄泉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罢了，可喜也可贺，可悲也可叹。他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在庆祝又长了1岁，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每过1年，你们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呢？生命是如此短暂，你们要是再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很快就会变成我手上这个骷髅头了，还不赶紧小心吗？他就是用这种非常极端方式来让世人思考生与死的本质问题。就这样，一休一边流浪，一边用他独特的方式传道，不知不觉就到了花甲之年。就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他结束了漂泊的生活，安定了下来。说来也怪，他虽然一直特立独行，不想收徒弟，但还是有很多仰慕他的人追随他，非要拜他为师。他的弟子们就在他修缮过的一座旧寺庙旁边为他建了一座庵堂，让他居住。但是晚年的一休干出了一件更加惊世骇俗的事情。在他77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名叫森的盲人女艺人，并且和他陷入了一段热恋，甚至还同居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德高望重的禅宗大师公然与女人同居，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他是毫不在乎世俗的眼光，还为这位僧女写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不乏一些非常露骨色情的诗，赞美他如何让他这根干枯的玉经重新焕发生机。但这就是真实的一休，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绝对的真实和自由，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他认为情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去压抑和回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发生了一件极具戏剧性的事情。当时日本爆发了应仁之乱，是一场持续了10年的内战，影响了整个京都。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一生都在反抗体制、鄙视权威的狂僧，却接到了天皇的命令，被任命为大德寺的住持。这可以说是禅宗界的最高职位了，也是他年轻时最不屑的体制内工作。一休呢，也接受了这个任命。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民间积累的人脉，为大德寺的重建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没有一休就没有今天的大德寺。但他即使是当上了住持，也依然不喜欢住在宏伟的寺庙里，还是更愿意待在自己那个简陋的庵堂中。公元1481年，一休宗纯因为疟疾在他自己的庵堂里去世，享年87岁。但是在一休的晚年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这里要单独拿出来说说。这对于他的修行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甚至可以说颠覆了他一生所信奉的禅宗理念。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一个对一休晚年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他就是日本净土真宗的第8代门主莲如上人。净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宗派。如果说禅宗讲究的是自立，也就是靠自己的修行和觉悟来成佛的话，那么净土真宗讲究的就是靠他人的力量，也就是完全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通过念佛来获得救赎。这两种思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休比莲如大了20岁，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禅宗大师了。
但奇怪的是，他对这位比自己年轻的莲如上人是非常的尊敬，他们之间流传下来很多趣事，这里也不多说，就讲一个故事吧。就是说有一次一休读了莲如上人写的文章，里面说阿弥陀佛的慈悲是平等的，但又说只有信阿弥陀佛的人才能得救。一休就觉得这里面有矛盾啊，你既然都平等了，怎么信你才能得救呢？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了莲如，信里就说，看来你并没有真正的慈悲，因为你只拯救那些信靠你的人。这问题问得非常尖锐，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净土真宗的核心教义。如果只救信徒，那还叫什么平等的慈悲呢？你们这不就是搞区别对待吗？莲如上人收到信后也回了一段，他说阿弥陀佛的慈悲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它的光辉是普照万物的，对大海、对池塘，甚至对路边一个小水坑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心。但是如果你的水盆上盖着一个盖子，那月亮的倒影又怎么能映照进去呢？这不是月亮的错，而是那个盖子的错。这里的盖子指的就是我们众生内心的怀疑和固执。这次辩论也让一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生所追求的自立法门。禅宗的修行就像是自己凿井取水，非常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净土真宗的法门就像是阿弥陀佛已经为你挖好了一口无尽的甘泉，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放下自己的骄傲和执着，去接受这份救赎。对于晚年的一休来说，他见过了太多的世间苦难，尤其是经历了应人之乱那样的地狱景象，他可能越来越感觉到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于是在他67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让整个日本佛教界都为之震惊的决定，一个禅门的一代宗师居然改宗了，他皈依了莲如上人所传的净土真宗。在他自己写的自戒集里有明确的记载，宽政2年6月16日将大灯国师的顶像，也就是肖像画归还本寺，成为念佛宗之人。大灯国师是他们大德寺的开山祖师，把祖师爷的画像还回去，就意味着他要正式脱离这个宗派了。他还写过一首诗，可以说是对他自己一生禅宗修行的彻底否定。意思就是说，就算是禅宗的祖师达摩面壁9年，手脚都做到腐烂，那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能够获得解脱的，只有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转变呢，也就等于完全否定了自己之前的修行。一个靠自力修行了一辈子的禅宗大师，最后却完全倒向了他力的怀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晚年就可以和僧女同居。因为在净土真宗的教义里，拯救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是圣人还是罪人，是遵守戒律的高僧还是破戒的凡夫俗子，只要你信靠阿弥陀佛，就都能获得平等的救赎。所以他不再需要用苦行和禁欲来证明自己的修行，他可以以一个最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凡人形象来接受这份救赎。一休在他临终前还特别嘱咐弟子，他死后的49天法事上一定要请莲如上人来主持，然后为他念佛回向。好了，这就是一休宗纯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见吧，拜拜。